酥的掉渣的鲜肉月饼，还有豆沙。最近特别想吃苏式月饼，然后去了一次中国超市，结果发现那里只有5仁馅的。好吧，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。今天我做的是鲜肉和豆沙2种馅的。我今天非常革新的，没有用酥皮和油皮去做，而是用了派皮来做，这样会大大的节省时间和精力。而且呢，最后我也会用烤箱和空气炸锅2个方法来烤熟它。那咱们赶紧来看看怎么做吧。先从你的冷冻室里拿一根冻得非常硬的黄油，这个黄油你至少要冻1个小时，然后就把这一根黄油切成1厘米见方的小块儿。切完了以后，我们拿出一个料理机，就是你打丝木雪的那个机器。我们先放上1杯中筋面粉，然后再把刚才切好的黄油放进去，再在顶上倒上另1杯中筋面粉，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黄油给裹住了。然后再来1小勺糖和1小勺盐。来搅拌它，你搅拌它的时候用手这样子短促的一下一下的摁它，然后确保把里面的黄油都打成这样一个一个小小的颗粒，大概搅打1分钟左右。完了以后呢，你可以用你的 spatula 检查一下，看里面还有没有大块的黄油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加我们的秘密武器，半杯冰水，这个水一定要在冰箱里面冰过。加完以后，我们继续的搅打它。一开始你可以短促的摁它，然后你就可以比较长的时间去摁它，让它充分的混合，一直到它混成基本上像个面团这样，然后就开始有点立起来了。这个时候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面团从料理机里面拿出来。把它整成一个圆形就好了，不用去揉它，因为这个派皮如果你揉得太厉害起筋的话呢，就不酥了。完了以后就把保鲜膜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放到冰箱隔夜。如果你没有时间隔夜的话，放1-2个小时也是可以的。1-2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把我们的派皮拿出来，先回一下温，然后我们来准备肉馅儿，取1根葱，把它切成葱花。再来一些姜末，猪肉馅怎么能没有姜末呢？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取170克猪肉，这170克猪肉可以做16个苏式月饼。再来加1大勺生抽，半勺蚝油，1小勺料酒，1小勺老抽和1小勺糖，还有一些五香粉。把刚才切好的葱末和蒜末倒进去，然后我们就给它充分的搅拌。有一些黏黏的感觉，这样就拌好了。把这个猪肉先把它分成16个小肉团，这样一会儿做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。把烘焙纸放在你的 baking sheet 上，这样一会儿我们做完的月饼就可以直接放上去了。把我们的这个派皮切成16份，然后取一个小剂子，把它捏，然后搓成一个球。做完了以后，在中间戳一个洞，然后把你的大拇指伸进去，用大拇指和食指把它捏成一个碗的形状。这个我们上海浦东人做元宵都是这样，
这样子你把馅放进去了以后，它口会比较容易收。把馅放进去了以后呢，一个手在下面旋转它，另外一个手用虎口去把这个口给慢慢收紧。这派皮是非常软的，所以应该是很好收紧。收完以后，你把它放在案板上，摁扁，做成一个月饼的形状，这样就好了。没有看清楚的话，我们再来一遍，用一个比较清楚的镜头。先把这个小剂子搓圆，然后中间摁一个洞，用大拇指和食指捏出这个碗的碗壁。你这个时候用力，一定注意大拇指要垂直向下，把它的这个碗壁让它站起来。然后中间这个洞有点大了以后呢，就可以用2个手一起把它慢慢把这个壁捏薄。注意你的底要厚一点，壁要薄一点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放馅儿了。我现在放一个豆沙馅儿，然后呢，一个手捏住下面，另外一个手用虎口把它慢慢收紧。我是一个左撇子哈，如果你是右撇子，你可能2个手的方向会跟我换一下。收完口，你把它放在案板上按平就好了。如果它有些地方有一点点破掉，没关系，你把它捏起来。所有的苏式月饼都做完了，这个时候难道不搞一些艺术创作吗？取一些食用色素和一根筷子，然后给它点一些红点。点着，我发现不过瘾，拿了一支没有用过的水彩画笔出来。哇，我的天哪！博主居然在月饼上练起了字来。然后我们就开烤箱350度，把月饼放进去烤25分钟左右，中间要给它翻一次面。烤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，里面酥酥的，虽然没有酥皮油皮那种分层那么明确，但是其实派皮也是会有一些分层的，而且派皮的口感会比较蓬松一点，吃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哦。这时候呢，我又做了几个，用空气炸锅来炸一下，把月饼平铺在底下，然后空气炸锅开355度炸10分钟。炸到6分钟的时候呢，可以拿出来把它翻一个面。炸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派皮做苏式月饼是不是比酥皮油皮要容易很多呢？如果你尝试了以后觉得很不错的话，记得留言给我哟。